川普宣布 iPhone 的关税暂时豁免，会不会突然又法夹弯？到底现在应该要冲 iPhone 16还是等 iPhone 17？我们今天就把里面所有的细项分析给大家听，让大家自己做决定。最近川普突然说，iPhone 这类的产品先免关税，可能至少3个月。那 iPhone 17呢，是不是确定会涨价？那现在买 iPhone 16会不会变成韭菜，还是反而是最好的时机点？那我们今天呢，就从3个角度来帮大家分析。从第一当然是关税政策的风险，那第二就是它规格上面的差异，那第3点呢就是购买的时机。所以到底要不要等 iPhone 17，还是现在买 iPhone 16？看完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决定。好，那首先第一步当然就是川普政策的风险。那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川普的关税豁免到底是真的保险，还只是一个假象？其实美国现在跟中国针对的关税还是在谈判的阶段，然后只是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内，苹果还有这些电子产品先暂时豁免3个月。那但3个月后变数还是很多，但是大致有几种情况可能发生。那第一就是豁免的延长啊 ，iPhone 17啊这些所有电子产品安全的过关。川普可能自己也要找台阶下，因为美国无法短期承受这么大的关税冲击，加上供应链要转出中国，其实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这么快速的逼企业承担这个成本，其实是不聪明的。那另外可能就是关税战继续打下去，那川普真的跟中国来硬的。那这个先前我们有做过分析啦，就算只是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造成美国本地的关税上涨，不代表全世界就不会涨价。苹果这种公司一定会让全球的市场共同来分摊这个风险，不会让他们 iPhone 销售最好的一个地方独自涨价这么多。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关税的谈判到底是不是有暗盘？是不是其实川普啊跟这些企业都只是共同在演戏？那老实说，我不认为，因为你看苹果它的反应，他们在先前还不知道政策转弯的时候，已经空运了大量它的商品到美国本土，就是要在这个关税开始计算之前，先尽可能的避免掉这一块的成本。那这个行为就代表他们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然后同时你也看到美国股市的反应，也看得出整个产业界是抓不准这个川普的不确定性。那整个市场的反应呢，都代表他们认为这个风险是一定存在的。所以以最短期的方式来看呢，3个月内当然是价格最稳定的时候。那3个月后谁也说不准，甚至说现在这个价格会维持多久都很难说。好，那第一个部分这些产品规格的地方呢，那到底要等不要等，值不值得等？你也可以先理解到底现在 iPhone 17所爆料出来的这些规格对比现今的 iPhone 16，这些资讯规格你也可以都先知道，再来做决定。那首先我们先看入门款啊，那现在 iPhone 16跟16 Plus 两个版本都是双镜头，代表他们在空间影像、录影拍摄上都是支援。那以我们现在知道的 iPhone 17系列，他们的入门款呢是 iPhone 17跟 iPhone 17 Air， 那 iPhone 17 Air 就是单颗镜头的配置，那至少他们在空间影像上的录影拍摄应该是不支援的。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看 Pro 系列，那像目前知道的 iPhone 17 Pro 跟17 Pro Max， 他们外形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实际去看的话，虽然说背后的相机模组改成这种长条形，但是它3眼怪的镜头设计还是非常的类似现在。唯一现在我们所知道规格上面可能最大的差异就在它的长焦镜头可能有支援更高的画素。那这个在你可能在演唱会在拍摄的时候，它今天要做更多倍率的放大的时候，可以保有更多的细节。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传闻说在 Pro 系列上面，他们散热模组会有真正的加强，可能会使用这个 Vapor Chamber 的方式。那这也是首款的 iPhone 会使用这样的散热设计。但看回来，其实 iPhone 16 Pro 系列的散热表现已经不错。如果你不是一个真的高重度的使用者，玩那种重度手游，长时间录影在户外要使用的话，或许这样的散热差异对你而言不会太明显。所以啊，除非你是重度使用者，或许先不用太去考虑这一块。那另外多出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上礼拜的影片有讲过，就是外形的辨识度。很多人在换 iPhone 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在意说看起来的辨识度高不高，是不是新的一代。说真的，虽然17 Pro 系列同样是这种3眼怪的设计，但至少它背后的模组改成这种长条的，你今天不管在裸机使用、装上手机壳透明壳的时候，它都能非常清楚的辨识出你拿的是最新一代的手机。这个或许很多人在意，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点考量进去。像先前很多人觉得嘛 ，iPhone 16跟 iPhone 15甚至14、13都长得差不多，会激不起他们这个换机的意愿。所以真的很在意新鲜感、辨识度的话，那你就只能等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处理器的部分 ，iPhone 16全系列使用的是第2世代的3奈米架构。依照苹果的惯例，一个架构会沿用3年，就代表说在 iPhone 17全系列上面，他们会用3奈米的第3世代。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敢讲，只是以过往几年看起来呢，通常在第2世代它的处理器的表现会是最稳定。那上一次就是在 iPhone 13，那这一次就是 iPhone 16。那以我们现在使用 iPhone 16系列来讲呢，到现在我也觉得算是非常稳定的一代。那你也可以说啦，15跟14可能稍微偏热了一点，那现在到了16，加上他们散热上面的改善，使用起来的体验都算不错。所以呢，下一代处理器可能会更强效，但同时它的稳定性上面是一个问号啦。通常也是要到这个产品正式推出来之后，我们实际上手实测之后，才会知道那一代的晶片到底是不是稳定的。所以现在选16的话，至少不管它的价格上面啊，还有它稳定性上面，都是你现在可以预知已经知道确定的部分。好，那第3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购买建议还有价格策略啊，这边会讲的稍微长一点。那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现在买是不是等于会被当韭菜？那其实不一定，因为现在 iPhone 16已经在产品的中期偏后期，那其实你在市场
场上面看，它都有非常多的降价。你只要不要去它的官方网站购买，其实你去问问看经销商或者手机行，那甚至在 Costco 他们都有比较大幅度的折扣，那一折都是折到几千块。那甚至搭配很多的电信商，他们都推出非常吸引人的优惠。所以说现在这个换机的时间点，如果你是真的高 CP 值的考量，不在意是不是用最新款手机的人，然后又加上对未来价格涨价的不确定性，其实不会算是一个差的时间点。会不会未来还有在降价的空间呢？那我们就想在新手机出来之前呢，就算有也不大，因为我们也要考量进大家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关税的豁免暂缓3个月，但3个月后会不会突然又法夹弯，没有人可以说得准。那就算我们不看关税，以通膨啊还有我们汇率的差距来讲，你说 iPhone 17它在价格定价的策略有没有可能向下调？是完全不可能，要么就持平，要么就向上走。那我们看进来的产品，其实很多它的价格也跟台币的汇率有关系。那即使关税战把 iPhone 电子产品豁免，我们台湾还是有非常多的商品需要出口。那政府过往其实也会用这种让台币走贬的方式，降低我们产业要出口的冲击。那这种情况，你这个换汇换回来，就算它美金的定价没有涨，台湾的定价也会涨。所以啊，现在购买 iPhone 16，在他们价格还没有考量到关税这些未来的风险来讲，然后再加上现在其他的折扣，其实不能算是不好的时间点。那第二个问题，有人会问啊，未来的方向价格可能会怎么走？那我们刚刚提到嘛，就算未来没有关税 ，iPhone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会调涨？其实不一定。我们刚提到的是这些汇率啊，还有通膨的部分，但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那我们先说过去这一周的这个关税3温暖，已经很多人看到美国的市场上有些恐慌性的购入 iPhone 这些情形。那有人说这个购买潮好像在帮苹果先清库存，好像苹果先赚一笔，可是其实你没有看到苹果有其他潜在的成本。那像我们刚提到嘛，苹果花很多钱空运一大堆他们自己的产品先到美国本土，这种非常急迫运输的方式，其实已经大大提高他们的成本。加上苹果可能为了因应川普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也跟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关啊，全球的供应链一定会慢慢的移出中国。那现在只能加快脚步，那甚至部分也会应政府的要求要转移到美国。像我们看到有一些 Mac 已经在美国本地组装了，那这些都会大幅提高任何电子产品的生产成本，所以这方面已经要先考量进去了。另外，苹果作为一个全世界的企业，在风险控管的前提下，会不会在全线的产品线都先涨价一点空间来预留未来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成本提高？那这个有可能是全球性而且全面产品性的，那当然就是为了避险。那先做这种小幅的调整，在这个时间点，全球的消费者也在理解这个关税战带来的冲击时，或许反应也会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年9月的新机上面就看到这个价格策略的调整。那加上多年来也一直都在谣传 iPhone 会涨价，那其实我们在先前 Pro Max 机种上面，苹果就已经用提升入门储存容量的方式提高它的售价$100。那我们也知道啊，才提升到256GB，涨$100，这其实跟他们成本上面并不太成正比。但苹果的储存空间一直都卖很贵，那加上这次可能全线 iPhone 17机体都要提升到12GB 的前提下，不考虑到关税，它产品本身的成本就已经提高了。所以这样多方面的分析就会知道，不太可能是关税得到豁免就代表它会降价，或者是不会涨价。所以最后帮大家总结，可能现在这3个月内的价格是最稳定的。那买了也不代表被割韭菜，除非你真的去苹果直营店买，它就是永远是一个公定价。那多留意现在手机行啊或者电信行给出的这些优惠。那你用手机不在意是不是最新的机型，手上手机差不多刚好旧了，那担心未来关税涨价的问题的话，现在这个时机其实不差，因为3个月后是非常高度的不稳定性，没有人敢预判关税战会打到什么程度。那如果你手机用的时间都很长啊，那这一代你可能先买下去，到你要换下一只手机的时候，川普也卸任了。那什么人应该选择 iPhone 17？那当然自然啦，每新一代的手机它都有更强的晶片、更好的规格，刚好这一代又有相对较高的外形辨识度。但你先考量回来，这些升级部分你用不用得到？是不是4800万画素的长焦镜头？你真的常常拍演唱会，那你就在等 iPhone 出一个也是类似演唱会神机的这种镜头。但同时也考量有些安卓机他们现在的长焦镜头其实已经超前太多。那反正想回来，就你是不是重度使用者哦？这些升级你用不用得到？那如果你还是只是上网、回讯息、追剧，可能你今天不管买16或者17，它使用上体感上是完全一样的。就算我们今天一个最完美的情况 ，iPhone 17在9月的时候推出啊，它的定价跟现在 iPhone 16也一样的话，那在那个时间点市场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折价嘛。那对比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去买 iPhone 16，折价也是稍微多一点，那少了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啊，价格上的不确定性。你是要稳定实用派，一个手机用很久，还是你就想要追最新的科技，并不在乎有风险要多付一些钱？那当然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进来一起讨论分析，你们觉得说现在这个情况会往什么方向走？那16跟17到底是现在要买这个比较折扣的价格，还是要赌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等17？大家都可以一起在下面留言分享。那我们今天快速分析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